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介绍 RPC 框架这个项目，以及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学习这个项目。第二部分呢，就是讲解 RPC 框架的核心原理。第三部分就是带大家简单的阅读和熟悉代码。那首先我们讲第一部分啊，就是说介绍一下这个 RPC 框架项目。为什么我要带大家做手写 RPC 框架这样一个项目？虽然网上已经有很多类似的项目了，是因为我也看完了基本上网上大多数 RPC 框架的项目教程。我认为每一个教程它都会有一些讲的不够好的地方，当然我讲的可能也有一些地方不够好，但是我能说的一点是说，我的这个项目教程会比网上绝大多数的 RPC 项目教程更适合大家入门，而且讲的会更细一些。就如果说你一开始时间比较紧张啊，你就不用看完12节教程，就去看第一节，就去看第一节的这个简易版，那你就可以先写到简历上了，然后后面有时间呢再慢慢的去完善。另外的话，就是其实网上的 RPC 项目更多的是用那个 Zookeeper、Redis 再加上 Netty 来实现的一个 RPC 框架，但是呢，我会发现很少有博主带大家做项目的时候去用这个 etcd 还有 What-X， 所以我希望带大家去熟悉更多的技术来增加一定的区分度，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知识点，比如说怎么去使用这个动态代理，怎么去扩展项目，怎么去自定义这个 SPI 机制，那怎么自定义网络协议，然后怎么去实现多种设计模式，把它运用到一个项目中，那怎么设计负载均衡、重试和容错机制等等等等。那你只要学完了这个项目，你能够学到比普通的业务系统以及增删改查更多的知识点。如果说你之前做过什么外卖项目，以及我们星球的一些业务类的系统，再搭配这样一个技术项目，会让你的简历非常有竞争力。然后这个项目的话是完全开源的，开源地址就在我自己的 GitHub 还有 Gitee 都有。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应该怎么学这个项目，以及什么时候要学啊。那这个手写 RPC 框架，我建议哪些同学去学呢？一方面呢，我是建议按照这个顺序，如果你是星球的同学，最好呢把前3个项目先学了，再去做轮子类项目。因为如果说你连业务系统都没做过，直接上手做轮子类项目，有可能会有点懵逼，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是比较差的。那如果你学完了 API 开放平台，比如你了解了什么是 RPC 框架，那 Double 这样一个 RPC 框架它是怎么用的，你再去学一学人家是怎么实现的，我们再来手写一个 RPC 框架，那会更轻松一些。你一定要先把简易版完成，简易版的代码一定要自己从0到1跟着我写出来，写出来之后，简易版的所有的概念你都要有一个印象。比如说简易版教程中提到的注册发现、负载均衡、容错机制，你要先知道这个词儿是啥意思。你要知道一个 RPC 框架，它可能要有这些东西，尽管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实现。学完简易版之后，你就可以按照顺序去看我的这个扩展版。如果说你时间比较紧张，想要去对着源码学习，很简单，你就直接进入到我的这个开源项目，然后点击这个 commits。我的建议是你先去看一看我的简易版的代码，然后就是保证你的简易版项目是可运行的，然后接下来呢再去看扩展版。扩展版的话，你就直接看我的这个扩展版的代码，因为我的这个代码基本上写的是比较模块化的。第二块的话，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RPC 框架的一个核心原理啊。所谓的 RPC 框架呢，它就是2个系统之间要进行交互，一个系统要向另外一个系统去发送请求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的 RPC 呢，它其实和 HTTP 还不太一样。RPC 的底层可以是 TCP 协议，还可以是其他的协议。但是 HTTP 呢，它本身就是一个网络请求的一个协议了。那我们用专业的术语来讲呢 ，RPC 其实就是远程过程调用，它允许程序在不同的计算机之间进行通讯和交互。那就2个系统之间，你调用我，我调用你。后面这句话很有意思，什么叫就像本地调用一样的？那这个属于 RPC 的一个独有的特点。我们传统情况下，在一个系统内部，就比如说一个 service 调用另外一个 service， 我是不是直接去输入什么 user service 点叉叉叉这样一个方法名就好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调用其他的系统，我是不是要构造一个请求，要知道其他系统的请求地址，还要知道给它传什么参数，还要再对参数进行一个转化，比如说转成 JSON， 然后再发送请求，然后拿到响应之后再去解响应，对吧？从响应中拿到 data， 拿到 message， 拿到各种各样的数据。那这是我们 HTTP 通信或者传统的这种2个系统之间进行交互的一种方式。但是 RPC 的特点是什么？就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开发者来说，我想要调用其他系统的某个服务，我甚至不用关心它的服务地址是什么，我直接用跟调本地方法一样的代码，比如说 user service 点叉叉叉，其实就是在调用远程的服务。RPC 框架做了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能够实现系统间的通信，对，第2件事情呢，就是实现系统间通信的前提下，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可以很轻松的完成这个过程，就完全感受不到我是在向其他的系统发请求。那这样的话，整个分布式系统中各个系统之间的交互就变得非常的轻松。那接下来我们要理解了这个概念之后，我们要思考的就是 RPC 框架它是怎么能够做到让你写这样一行代码就能够向远程的某个服务器发送请求，
并且完成响应，就是我们怎么把这几行代码变成这样一行代码。那首先我们开局一张图，一个是服务的消费者，一个是服务的提供者。那什么叫服务的消费者？就是我要去消费别人的服务，我要去请求别人来获得数据。那现在如果我的消费者想要去调用提供者的这个方法怎么办？首先是不是你这个提供者啊，你要把你的这个方法通过一个接口提供出来，对不对？因为如果你的这个项目是本地启动的，我其他的模块怎么可能调用到你呢？是不是？所以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外部服务器，这个外部服务器应该是谁启动的？应该是提供者，对吧？因为提供者他要把自己的服务暴露出去，比如说把这个 order 方法变成这样一个接口 up.sau-order， 那我的这个消费者是不是通过 HTTP 请求或者其他的请求类别就可以请求这个服务器完成调用了？然后但是有个问题啊，如果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了多个服务和方法，比如说现在我们提供了 order 方法，对吧？我再提供一个叫取消订单的方法，那我消费者想要去调用它，是不是还要写一段类似这样的代码？然后要把这个 URL 地址改成取消订单，然后这个请求参数也要变，然后这个发请求的这个取响应值的这个代码也要变，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的这个系统之间交互的需求非常大，那我每一个接口我都要写一段这样的逻辑，其实就比较累了。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式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个统一的服务调用接口，然后我们要通过一个请求处理器来根据客户端的请求参数进行不同的处理，调用不同的服务和方法。那请求处理器这里它有可能会有一个映射，假如说现在我请求的是 order service， 对吧？然后请求处理器就帮我找到了 order service 去调用。那如果用户他要调用一个 order service 的 cancel order 方法，哎，我换了一个方法。以前的话怎么做？以前是不是我要再写一套 HTTP 请求，我要请求不同的接口，对吧？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还是去请求你的这个地址，相当于在请求处理器这里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转发。好，然后我们再往下，就是因为 Java 对象它是无法直接在网络中传输的，所以我们要给整个请求和响应的过程中间加一个这个东西，叫序列化和反序列化。好，再往下嘞，我们还要去简化消费者发请求的代码，就是要实现类似本地的调用体验。这件事情怎么做呢？比如说你要租房，对吧？以前的时候，你是不是得自己一个一个去线下去跑，去跟房东聊？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代理机构，你直接去找中介，跟他描述清楚你的需求，中介会帮你找到房子，然后再返回给你这个房子的信息，你只需要知道满意不满意，确认之后再去看就好了。相当于我们这里也是想要简化消费者的调用代码，就是我们可以构造一个通用的代理对象，相当于做一个中介。消费者你就告诉我，你现在要调哪个 service， 比如我要调 order service， 我们的这个代理服务就帮助你去发请求，然后去调用这个提供者，提供者完成这个响应之后呢，我再把这个响应处理完再给你。其实这就是一个最简易的 RPC 框架。RPC 框架做的事情就是我画了虚线的这些，上面这个其实是最简单的 RPC 框架的架构，但是呢，我们真实情况下，这个 RPC 框架可以变得非常复杂。有一些大公司啊，可能都是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团队来维护 RPC 框架，因为 RPC 框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轮子。大家想一下，如果说我们分布式系统请求发请求的这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不是相当于各个系统之间就失联了，对不对？那这个影响就巨大了。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完备的 RPC 框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可玩性啊、可扩展的地方啊。比如说什么呢？就我们要让消费者调用服务提供者，你是不是要发请求？发请求你是不是要知道这个要请求的地址，对不对？那以前我们最笨的方式就是直接在请求里面写死地址。但是呢，如果说你的服务提供者它后面有多台机器，有一台机器挂了，你的这个消费者的地址是不是也要改变？这其实就是不灵活，一个是不利于扩展，一个是不利于故障转移，出了问题之后你不好换。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的 RPC 框架都会有一个注册中心的概念。注册中心的作用是让消费者能够动态的获取到可用的服务提供者的地址，完成调用。那首先第一步，提供者先把自己的提供的服务以及自己的地址等等等等的信息告诉注册中心，然后第二步，消费者可以从这个注册中心中去找到他要调用的服务对应的地址，然后呢，我去朝这个地址发送请求就可以了。那注册中心这里我们一般怎么去实现呢？比较推荐用现成的技术来实现，比如说 Redis、ZK， 还有我们这个项目中使用的 etcd， 都是比较主流的注册中心实现啊。然后第二块叫负载均衡，我的这个 order service 它不仅有 1.1.1.1、2.2.2.2，它有很多个提供服务的节点。那我们的消费者他要调用哪一个呢？我可以先从注册中心获取到这些可用的 IP 节点，它是一个列表。
然后我可以在我的本地去随机选取一个，或者按照某种策略去选取一个节点完成调用。比如说我选中了这个2.2.2.2，对吧？然后我就可以调用向2.2.2.2发起调用。除了这个负载均衡之外呢，还有就是容错机制。那如果说我们的服务调用失败，应该怎么处理呢？服务调用失败有很多种可能性，比如说注册中心挂掉了，它没办法提供服务提供者的节点信息了，对吧？那消费者就找不到要去调用哪个服务提供者，就失联了。那还有可能是服务提供者挂了，所有的服务提供者都挂了，那你消费者无论调用谁都是失败，对吧？那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因为网络原因，我消费者就是偶然的调用提供者失败了，就那么一次，这也是可能的。那我们怎么去消除这种偶然性，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思考一种容错机制，比如说我们可以失败之后自动重试，或者我调用一个提供者节点失败，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提供者去调用？还有一些其他的逻辑，比如说降级。假如说我所有的服务提供者我都调用失败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一些默认逻辑，比如说直接报错，比如说返回一个固定的值，比如说发送一个监控告警通知管理员，是不是都是可能的方案啊？那除了上面几个经典设计之外啊，想做一个优秀的 RPC 框架，你要考虑很多问题，比如说服务提供者下线了怎么办？是不是我的注册中心应该及时的把没有用的节点给替掉？还有就是，如果我们的服务消费者每次都要从注册中心拉取信息，这个性能会不会很差？我都已经从注册中心拿到了，哎，这个提供者他现在有3个，那我接下来是不是直接把这3个信息缓存到我本地，直接去调用提供者地址，是不是就可以了？我就没有必要每次都从注册中心去拿吧？还有就是我们怎么优化 RPC 框架的传输性能，比如选择合适的底层的协议啊，自己去定义这个协议。还有呢，我们怎么让整个框架更利于扩展？那比如说这里我们会使用到 Java 的 SPI 机制、动态配置以及动态代理啊等等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设计模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所以呢，送大家一句话：完整的 RPC 项目并不难，但是你想要把它做完美，这就非常非常非常难了。就没有最完美的 RPC 框架，只有最适合于自己业务的 RPC 框架。那刚才我们主要讲了这3块知识啊，那接下来带大家简单的阅读和熟悉一下代码，对着我们的教程来。啊，这个教程呢分为12节，最后一节是扩展思路，然后每一节我都给大家适当的提了一些扩展点，所以大家可以一节一节的学习，不用担心会错乱掉。我带大家做的所有的项目都是循序渐进的，就是我是精心设计好的，按照这样的一个顺序去做。那首先我们的第一章就简易版的 RPC 框架，大家直接看那个开源项目，然后点开这个 commits 记录，然后你只关注简易版的代码，很简单，就点开这个 RPC 简易版，这里有一个叫浏览文件，然后你就自动进入到这个简易版的项目了。你会发现它的文件很少。首先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项目的环境，简易版 Java 要大于等于8，扩展版 Java 要大于等于11。而为什么扩展版 Java 要大于等于11？是因为我们用到的一些库，它要求Java 要大于等于11，所以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要做这个项目，就用大于等于11的 Java 版本会比较好。我们怎么快速安装指定版本的 JDK 呢？其实非常简单，点一下 File， 然后这里有一个项目结构，点一下，在这个位置啊，它就让你选择 JDK 的版本了。你可以直接点添加，然后下载。下载之后，你可以直接选择指定的版本，比如说你需要11，那就下11；需要17，那就下17，就这么简单。然后下载完之后，你选择就好了，可以随时切换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安装 JDK 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简易版的核心就是这个与 RPC Easy， 还有呢，这有一个 Example Consumer、Example Provider， 还有一个叫 Example Common， 就这4个目录是用到的。那这个就是示例服务消费者，这是示例服务提供者。那这个呢是公共模块，公共模块这里其实就是放了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它都需要用到的数据实体类，还有接口，就是这样。然后服务的消费者和服务的提供者都要引入这个公共模块。来，我们先运行一下简易版的项目，看一看这个到底 RPC 框架它的简化调用是怎么简化的。为了给大家演示简易版 RPC 框架的效果，先把这里改成 Easy， 然后刷新。然后改成 Easy 之后，可能要移掉一些代码。然后我们来启动服务提供者，以这个 debug 模式启动。好，服务启动成功。然后呢，我们再启动服务消费者，也是以 debug 模式启动，看一下能不能调用成功，是不是已经进来了？对不对？我的这个 consumer 服务消费者这个项目，它是不是执行了这样一行代码，叫 user service 点 get user， 然后它就直接调用到了我们 example provider 服务提供者项目中的 get user 方法，是不是？断点已经打到这儿了，然后按下 F9。我们调用成功之后会输出用户名，现在也成功输出了，所以其实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不要看到报错就紧张啊。这里的报错是因为 What X 这样一个框架，它默认限制你2秒就要返回，
因为它是一个高性能的框架，如果你超过2秒没返回，它会认为你有可能存在线程之间的阻塞，所以这个流程其实已经完成了。怎么样？大家能 get 到说我的 RPC 框架它到底方便在哪儿吗？是吧？我们的服务消费者只需要像调用本地方法一样写一行代码，就调用到了我们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和方法。那这里大家是否好奇它是怎么做到的？玄机就在这儿，我们通过代理得到了一个特殊的 user service。那我们进入这个代理来看一下，这个代理它是使用的 JDK 动态代理来实现的，可以帮我们创建一个代理对象。比如现在我要去调用 user service，对不对？我先通过这个代理工厂，然后获取到 user service 这样一个接口的实现类。那这个实现类并不等于服务提供者的这个实现类，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向指定的地址发请求。那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简易 RPC 框架它是怎么实现的，找到 proxy 这一块，这里有一个 service proxy， 看一下。首先，想要使用这个 JDK 动态代理，我们要实现这样一个处理器，然后就要去实现这个方法。这个方法的作用是什么？当用户要调用某个方法时，它能够额外进行一些操作。以前我们要用 user service 点 get user， 它是不是就去找到这个 user service 实现类的 get user 方法了？但现在呢，我们生成了一个代理，它在调用 get user 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在执行我们的代理的这段逻辑。我再打一个断点，大家就知道了。来，现在我们就要去发起调用了，要调用 get user 方法，按一下 F9。好，发现没有？它进到了我们的代理类这里。那代理类它能获取到哪些信息呢？看一下这个 method， 方法名、return type 返回值的类型，对，然后这里呢 args 它其实就是调用方法传递的参数列表，对吧 ？user name 为鱼皮就是我们在示例服务消费者这里传递的用户对象。大家有没有一点感觉？能不能想到说我们代理是怎么实现的远程调用？我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你这个服务提供者他要调用哪个方法，对吧？要调用哪个服务，就是要传递哪些参数，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向我的服务提供者发送请求啊？然后呢，这一步就是序列化。我要发请求，肯定要把 Java 对象转化成另外一个编码，比如说把它转化为二进制或者其他的数据格式，对吧？然后再往下，这个大家很熟悉吧？这不就是发 HTTP 请求吗？然后发完 HTTP 请求之后呢，去调用服务提供者，然后服务提供者他去处理请求，得到响应，那整个流程就通了，对吧？然后我们再按 F9，再按 F9，再按 F9，好，现在调用服务提供者了，然后再按 F9，得到响应了，再按 F9，然后再按 F9，好，响应结束，就完成了。那这一段大家能理解吗？就代理他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代理大家有没有发现它是非常通用的？那以后我们要调用其他的服务，一样的，它会自动的得知你要调用的方法名。那这个就是动态代理的一个优势，它就让整个项目变得特别可扩展，特别灵活。那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消费者怎么样很轻松的发送了请求。那第二个问题，刚刚我们去请求服务提供者的某一个服务，是不是写死了一个地址？但如果我们服务提供者有多个服务，他怎么知道我们要请求哪一个方法或者请求哪一个服务呢？回归架构图，刚刚是不是讲到服务提供者他要通过一个请求处理器来根据客户端发送的请求去调用对应的方法？那请求处理器它是怎么做到根据服务找到对应的方法进行调用的呢？那也很简单啊，当我们服务提供者启动时，他要把自己所有的服务注册到这样一个本地的 map 里。来，我们举个例子，看服务提供者，现在我要去提供用户服务，对吧？那我就注册一下，这个用户服务的名称 user service 作为 k，value 呢就是用户服务这样一个实现类。假如说我发来的请求我要调用 user service， 那我是不是从这个注册服务中找到这个对应的 k， 就能得到对应的这个实现类？我就可以创建一个实现类的实例，然后完成调用了，对不对？所以大概就这样的一个流程啊。我们回到请求处理器看一下，首先我接收请求，接收请求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反序列化，把原本的这个二进制转化为我们的 RPC request， 然后呢从 RPC request 中注意得到要调用的服务名称，然后从我们的本地注册器中就得到了一个服务的实现类。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实例化这个实现类呢？直接服务实现类点 new instance 就创建出来了一个实例，然后去用这个 method 点 invoke 方法去调用，把参数传进来，这里其实就调用我们服务提供者本身的真实的实现类了。所以大家只要 debug 一下，就能够很清晰的了解整个 RPC 框架它的过程了。对，最后我封装一下反馈结果，然后再做一个响应就好了。我们最后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啊 ，RPC 框架它通过代理对象这种方式，帮助消费者简化调用的代码。RPC 框架同时呢，通过这种请求处理器、外部服务器，帮助服务的提供者
简化接收请求、处理请求的流程。所以 RPC 框架其实同时对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都是有利的。那这是简易版 RPC 框架的核心。那扩展版 RPC 框架中，我们实现了很多的模块，这里我们就简单的对着教程来说一下啊。在第2章中，我们实现了全局配置加载。以前我们想要对 RPC 框架进行操作和定制化，对吧？我们只能把配置信息，比如说外部服务器启动的端口号写死在代码里。那通过第2章这样的一个全局配置加载的实现，我们就能够让服务的提供者和消费者通过编写这样的一个配置文件来指定我 RPC 框架的行为。比如说我的外部服务可以在8081端口启动。然后第3章中，我们做了一个很简易的，就是增强服务消费者能力的一个功能，叫接筒 mount。假如说我们的服务提供者他还没开发好，我们可以通过接筒 mount 的能力去返回一些假的数据，返回一些模拟的数据。其实这一段我们也是通过写了一个代理类来实现的。这里我是用了一个工厂模式。在我们获取代理对象时，这个 get process 方法中，我们会先判断这个 RPC 配置它是否这个 mount 值为 true。如果为 true， 我们就获取 mount 的代理对象；如果为 false， 那我们就获取正常的代理对象。那第4章呢，重点给大家讲一下序列化器和 SPI 机制。序列化器其实这个概念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为了便于 Java 对象在网络请求中进行数据传输，我们需要在发请求前对数据进行序列化，在接收到请求后，再把数据反序列化成 Java 对象。那在这一章中，我带大家实现了多种不同的序列化器，有基于 Creole、JSON 还有 Hython 这几种不同的序列化协议的序列化器。在这一章中，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叫 SPI 机制。SPI 它的主要作用是实现模块化开发和插件化扩展。比如现在我的项目中有这么多序列化器，那如果说开发者他觉得不过瘾，现在我用了你的 RPC 框架，我想自己定义一个性能更高的序列化器，怎么办？有一种方式很简单，我把你的代码拉下来自己去改，那确实可以。那我们怎么样在不改动这个 RPC 框架的时候去增加或者定制我的序列化器呢？这里就需要用到 SPI 机制。SPI 其实有2种实现方式，一种是直接使用 Java 内置的 API，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叫 service-loader.load， 还有一种方式是自己定义一个扩展的 SPI。那在我的 RPC 项目教程中，我是带大家自己实现了一个可扩展的 SPI， 没有用内置的接口。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项目引入了 RPC， 我在这个 resources meta info 目录下，我在 custom 目录下找到这样一个序列化接口，我直接指定与序列化与序列化等于我在一个指定的包里面，我随便创建一个类，比如说就叫与序列化。OK， 我找到我与序列化的这个类的路径，我右键复制一下，我就指定它。然后在我们启动 RPC 框架的时候，其实它就会自动把我们这个配置文件中指定的这个类进行加载。那如果说接下来我想要使用我自己新定义的这个序列化器，我不是给它指定了一个名称吗？对吧？然后我直接在这个配置中，我指定这个序列化器为与序列化就可以了。我完全不用改动 RPC 框架的任何代码。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讲 SPI？ 因为我们从第4章开始，注册中心它可以用 SPI 扩展，然后我们的负载均衡、重试机制、容错机制都可以用 SPI 扩展。除了自定义序列化器之外，其实这里我们系统内置了很多 SPI 的配置。比如说我的这个重试机制，我内置了2种重试策略；比如说我的容错机制，我内置了4种容错策略。然后第5章呢，我们主要讲了注册中心。首先给大家讲了注册中心的作用，然后我从0到1带大家入门 etcd 这样一个技术，带大家去开发一个简易的注册中心。第6章呢，我们对注册中心进行了优化，我们设计了心跳检测和续期机制，然后设计了服务节点下线机制，还给服务端增加了缓存，等等等等。第7节是最值得学习的一节，我们学习如何自定义一个高性能的 RPC 协议，我们会学习网络传输协议的设计、消息结构的设计，以及我们会开发编码、解码器、请求处理器、请求的发送工具等等等等。第7章呢，我们自定义了基于 WordAx 的 TCP 服务器，我们还基于 WordAx 实现了 TCP 客户端能够更精简的，然后一行代码就去发送基于 TCP 的请求。然后呢，我们这里还用到了 TCP 处理器，简化处理请求的逻辑。然后这里我们还用到了装饰者模式来解决半包粘包的问题。然后在这一章中，半包粘包问题的解决是面试题的重点。然后第8章我们主讲负载均衡，这里我带大家实现了几种不同的负载均衡算法。那在这一章中，我从0到1给大家讲了一致性哈希环，负载均衡的代码基本都在 load balance。然后呢，第9章重试机制就是为了提高整个系统的可用性了。就如果调用失败了，我们应该怎么做？这里设计了几种不同的重试的实现方案。重试机制的代码都在 fault、容错、
下面的 retry 这样一个重试目录中，第10章带大家实现了容错机制。重试它其实也是容错的一种方式啊，对应的代码就在 fault tolerant 中讲了几种主流的容错的策略，然后给大家留了足够充分的扩展思路，比如说降级如何实现，大家可以自己试一试。然后第11章呢，就是最后我们再简化一下整个框架的使用过程。这一章主要给大家分享了启动机制的设计，以及基于注解驱动的 Spring Boot Starter SDK 的设计。那最终我们可以看一下，想要使用一个 RPC 框架有多简单。首先，服务消费者，我引入我们的 RPC 框架 Spring Boot Starter 就这样的一个模块，只需要使用这样一个注解，叫 Enable RPC。然后因为消费者嘛，不用启动服务器，然后呢，在我的服务中，只需要通过 RPC Reference 这样一个注解，就能够自动注入用户服务的代理对象，一行代码完成调用。那我们服务的提供者同样也很简单。首先，你要去引入公众模块，还有我们的 RPC Spring Boot Starter 模块。然后呢，只需要在项目启动类上打上 Enable RPC 注解，开启 RPC 框架。然后你想要给消费者提供哪个服务，只需要给这个服务实现类上打上 RPC Service 注解，就搞定了。从最开始写代码去启动 RPC 框架，去暴露服务，简化为了什么？简化为我打2个注解，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是我们整套 RPC 框架项目教程的最终成果。当然了，因为毕竟时间有限，我不可能给大家做出来 Double 那么完备的 RPC 框架。但是啊，只要你把这套 RPC 框架的这些章节学会，很多 RPC 框架的面试题能答出来个70%-80%，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啊。因为很多东西你自己做过了嘛，心里就更有数一些。